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天地剑心李一桐惨遭酷刑剧不招供，诚意公主爆反被围杀，结局神反转，万箭穿心。当冰冷的剑锋毫无悬念地刺破血肉之躯，当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怀中紧抱着已然昏迷的李一桐，用自己的身体迎接来自整个家族的致命围剿时，屏幕内外的呼吸仿佛都在那一刻凝滞了。这不仅仅是古装剧《天地剑心》改编自著名国漫 IP《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中的一幕，这是献给爱情最悲壮的一首史诗，也是对宿命最决绝的一次反抗。它是人族最强兵器，被誉为道门终极武器的王权富贵，他是潜入他生命中的一只小小蜘蛛精青铜。他们的相遇注定要撼动这个人妖殊途的冰冷世界。在故事的设定中，狐妖小红娘构建了一个人与妖共存但尖锐对立的世界，而王权家族正是一气盟中实力最强的斩妖世家，他们以维护人间正道为己任，视一切妖怪为仇敌。王权富贵便是这个家族倾尽心血打造的完美兵人。他自幼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庭院中，眼中只有剑和斩妖，世界于他而言非黑即白。直到青铜的出现，这个奉命前来刺杀他的小妖，却笨拙地为他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外面世界的梦。热闹的街市，绚烂的糖画，自由的天空，它像一缕微光，照进了他被戒律与使命填满的密不透风的人生。然而光明的代价往往是更深邃的黑暗。最新的剧情便将这份刚刚萌芽的情感拖入了最残酷的炼狱。故事的导火索是王权富贵在任务中对万物平等的坚持，这对于他的父亲王权家族的掌舵人王权红叶张志尧氏而言是绝不可饶恕的背叛。他被父亲重伤，吊于树上，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但真正的风暴却在另一边酝酿。镜头转向王权家的大厅，那里已沦为人间炼狱。李一桐饰演的青铜被寄予王权家主之位的反派全敬亭谭凯氏当众施以酷刑。全敬亭的目的因显而明确，逼迫青铜承认王权富贵与妖勾结，从而一举扳倒这位家族继承人。鞭笞、烙印、酷刑无所不用其极。李一桐的表演在此刻达到了惊人的共情力，他那撕心裂肺的尖叫，每一次因剧痛而蜷缩的身体，都仿佛在凌迟着观众的心。鲜血很快浸透了他素色的衣衫，但比这血色更刺眼的是他紧咬的嘴唇和决绝的眼神。他用最脆弱的身体构筑了最坚固的堡垒，任凭百般折磨，从始至终未吐露一个字指认王权富贵。这份沉默的守护比任何语言都更震撼人心。他守护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性命，更是那份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平等看待的尊重与温暖。当王权富贵挣脱枷锁，疯了一般赶到现场时，看到的便是倒在血泊中气若游丝的青铜。此刻最经典的戏剧冲突轰然爆发，父亲王权红叶挡在他面前，递给他一把剑，命令他杀了这个妖，证明你的道心。这一刻，张志尧所饰演的父亲形象，其复杂性与悲剧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原著中，王权红叶也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他爱上的同样是妖，即东方灵族的奇女子东方怀竹，剧中由刘诗诗特别出演。然而，一场巨大的阴谋与误会，让他亲眼目睹爱人逝去，从此心死如灰，将对妖的仇恨刻入骨髓。他逼迫儿子杀妖，既是维护家族铁律，又何尝不是一种绝望的保护？他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但王权富贵看到的不是什么妖，
只是那个带他看到世界色彩的女孩。他丢掉长剑，说出了那句足以载入史册的台词：如果我带她走，代价是万箭穿心，我愿。话音落定，父子决裂。他俯身，以最温柔的姿态，公主抱起昏迷的青铜，转身，向着象征着权威与戒律的家族大门走去。他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所有人的心上，坚定而沉重。全敬亭的阴谋在此时得逞，他以勾结妖孽、背叛家族为名，号令所有王权弟子出剑。于是便有了开篇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无数把曾象征着荣耀与正道的王权剑，此刻却齐齐指向了他们曾经的主人。剑光如雨，穿心而过。诚意的表演在这一刻堪称封神。他没有嘶吼，没有挣扎，只是用身体死死护住怀中的女孩，脸上是从容赴死的决绝，眼神里是对这个冰冷世界的无声控诉。悲壮的配乐响起，观众的情绪被推向了极致的顶点。然而，绝境往往伴随着新生。就在王权富贵濒死之际，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体内苏醒。这股力量正来自于他的母亲东方怀竹的血脉，那至刚至阳的纯阳之炎。刹那间，他满头青丝尽化白雪，脸上浮现出妖异而强大的暗红色火焰花纹。他重获新生，这不仅仅是力量的觉醒，更是血脉的传承与情感的爆发。母亲用生命留给他的最后馈赠，在儿子为爱抗争的绝境中，化作了焚尽一切阻碍的神火。白发的王权富贵眼神骤变，从悲壮变为冷冽。他抱着青铜，剑步出鞘，仅凭剑气便横扫四方。之前还不可一世的围攻者，此刻如同蝼蚁。这场从地狱到天堂的惊天反转，将压抑到极点的悲情瞬间引爆为大快人心的燃爽。视觉冲击力与情感张力双双拉满，帅翻全网的赞誉，实至名归。这场戏的巨大成功，离不开演员的极致投入。在后来的直播活动中，程毅和李一桐与网友一同观看这一片段。当看到剧中角色经历生离死别时，两位主演竟在镜头前双双落泪。李一桐更是被剧情虐到一度无法控制情绪，哭到停不下来。演员的真情流露，是角色情感最真实的投射，他们不是在演，而是在成为角色。这种戏里戏外的情感同步，让观众的代入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让这段表演的含金量再度飙升。